这可能是我最期待的一款特斯拉车型。那现在不管是现在的传闻啊，这个长轴版的 Model Y， 应该很多人都有看到照片，然后现在的规格细节啊，这些传闻也都出来，那甚至是官方注册的资料。那我对这款车是非常期待，非常兴奋，然后有更多的消息想跟大家来分享，一起讨论，一起谈论。那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是目前特斯拉可能最重要的车款。对比现在的 Model X 的版本，我觉得它其实会在市场上造成更大的波动，或它其实也会帮特斯拉打开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可以聊片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 Model Y 的长轴版。那现在版都是一些传闻，大家就讲说可能会有这台车，那有看到一些可能文件啊，上面看到说 Model Y 会出一个长轴版6人座。那其实以前的 Model Y 在美国也有出过7人座嘛，所以大家就有点在期待说这一次 Model Y 会不会也会出这种类似的版本。那果然现在就是不管是说他们测试车的这些目击照，还有官方的这个宣传照流出来，那甚至现在在中国那边他们的注册资料也都有出来，那几乎是确定会在今年秋季的时候在中国先上市。那会不会在其他市场上市呢？这个目前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是以这个资料看起来它可能也是一个针对全球性的市场，只是以中国先开始。那对比先前的 Model Y 7人座来讲，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新改款，不止在它的轴距上面，整个车型啊、车高上面都在更加的拉长。那这个也是真的为更多的座位跟乘客来去增加它车室的空间。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车的外形的尺寸啊。那现行的 Model Y 长度是475公分，那这个 Model Y 长轴版是497.6公分，那加了大约22公分左右的这个长度，就可以想象说它车体的空间。那另外它的宽度其实跟旧款的 Model Y 是差不多，那它的高度的地方呢，长轴版的 Model Y 是高了大概4公分左右。那大家可以去想象它这个头部的空间呢，还有第3排座位它留出来这个头部的空间都会更加的宽裕，不会像先前的 Model Y 一样，第3排几乎就只能小还可以坐。那另外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它轴距的差别，它不是单纯把车身拉了，它的轴距呢对比现行款增加了15公分。那这个轴距是一个很有趣、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这个轴距比现行版的 Model X 都来得还要的长。理论上来讲，轴距更长代表说它车室里面的空间可能更加的宽裕，尤其在第2、第3排的腿部空间。那其他部分那我们刚刚已经比完现行版的 Model Y， 那我们现在来比这个 Model X， 它的长度的部分，车体的长度部分只比 Model X 少了6公分，那它的宽度的部分比 Model X 少了大约15公分左右。但我觉得宽度的部分，当然维持现在的车身宽度是还不错，因为其实 Model Y 本身车宽也不算太窄。那如果你在巷弄间在行进的时候，台湾的巷弄又蛮小嘛，这样我觉得开车会稍微方便一点。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开 Model X， 因为觉得它在城市里面行进有点不太那么方便。但是这是不是完全代表说它车室的空间真的会变少？先去看现在 Model X 它的这个欧翼门的这个宽度，那因为它欧翼门整个结构的设计的关系，它的门后其实非常的厚。那有没有可能它其实左右这个门，如果它今天不要使用欧翼门的设计啊，那如果左右各少个7公分左右，所以很有可能它可能在同样的这个车宽更窄的车宽里面，它车室里面的空间不会牺牲掉太多。那另外它高度的地方呢，它对比 Model X 只少了大约1.6公分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说，因为欧翼门它上面这个结构的地方，在第2排的地方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地方，还要做它的马达，所以它头部上挡掉的空间，尤其今天你在中间那个走道在进出的时候，算是牺牲掉蛮大。如果它因为现在维持本来 Model Y 的设计，上面就是一个单纯一片玻璃的话，那它的车高居然比 Model X 少了大约1公分多，或许它头部的空间都还会比 Model X 来的还要更宽裕。这个觉得蛮有可能在很多市场它是不太在乎去直接上打到 Model X 6人座，或者说可能会去取代 Model X 6人座的这个车型。好，那我们再讲到它的动力，现在的看到的规格它是双马达全轮驱动嘛，那前马达是142千瓦，然后后马达是198千瓦，总功率是340千瓦，那它的马力大约是456匹左右，然后它的电池度数现在目前流出来是82，那对比现在我们现行拿到的这个 Model Y 好像是70，我手上这款好像78、79左右。他们官方所公布的这个里程其实是对比先前Model Y Long Range 版本还多一点点，所以不会因为它的车身变大，它的里程就变少。那同时因为它的电池度数有稍微增加的关系，那现在也有传闻就中国再来，可能它 Model Y 的 Long Range 版本也会配上这颗比较大的电池，那到时候他们可能在针对这个里程会再做一些调整。那在内装的部分，目前看到就是它通风座椅一样都有嘛，现在 Juniper Y 的，然后后座这个8寸触控萤幕啊、气氛灯啊，然后改的隔音跟内装这些升级都一样，会在这个新版长轴版的这个 Model Y 上面。那车体外观的设计呢，其实大致上看起来就很像现在的 Model Y， 但是因为它的车身增高还有车体变长的关系，它的整个设计语言稍微看得出来它的差异，就它好像后面稍微拉得长一点、厚重一点，那尤其它的轴距又增加，自己觉得蛮明显辨识出来它是一台比较大的车。但我觉得整体设计语言不会因为这样太大改变。那实际看到车之后，我们再来分析说到底觉得好看或不好看。那这台车我觉得它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 Model S 跟 Model X 它在全球的销量都是
是远远不及3跟 Y 嘛。那 Y 又是作为这个全球销售最好的这个车型，电动车型啊，那在特斯拉里面也是极其的重要。那尤其我们现在看到在欧洲市场，它的 Model S 跟 X 就是准备停售。那他们这个蛮有趣的，他们在直接开始才刚发表这个小改款之后，就宣布在欧洲停售。他们现在现货车卖完之后，就看起来是不会再贩售。那我觉得刚好也可以切入这个市场，大家现在都在讨论说，这个长轴版到底会不会在其他市场上市？那如果 S 跟 X 在欧洲市场停售的话，那在大一点的车型是不是要有其他车型过来去补足这个市场？那我觉得 Model Y 的长轴版就是非常合适，不管它在整个车体空间可能对比 X 没有什么缩减，但它在车价来讲，我觉得会更加的亲民，那更多人会更有意愿去入手这样的车型。那尤其又传闻出来说，在里面代码有看到说，这个车款并不会只是中国独卖的车款，很有可能在全球都上市。那我觉得同样，我们刚刚对 Model S 跟 Model X 的这个分析啊，虽然说现在在其他市场并没有传出说要停售 Model S 跟 X 的这个消息后，但是其实那两款车的销量一直远远不及 Model Y。我觉得特斯拉如果要去补足这个中阶可能5人座以上啊、6人座这种中型 SUV 的多人座的这个市场的话，那 Model X 的价格一直定在上面下不来。那现在有一个 Model Y 的长轴版啊，补足6人座需要的市场。那我觉得其实不管在美国、亚洲或者在欧洲，都会蛮需要这样的车型。很多人会问说，到底台湾有没有可能上市哦？因为在亚洲很多市场或者欧洲有一些市场，其实他们也是有进口上海厂的 Model Y 嘛。那这种情况，你说他们要直接生产出来之后，也要去外销到那些国家，那可能性当然就是非常大，然后非常直接，反正就是可以直接卖过去。但台湾来讲，因为目前 Model Y 是卖柏林厂的，然后3S 跟 X 都是美国厂的，那所以不管我们再来未来关税怎么调整啊，关税真的有降价的话，会不会特斯拉4台车都从美国直接进口？那我们可能就要看说，不管是德国或是美国厂，未来会不会也生产这样的车型？那我自己的分析是非常有可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都非常缺的一个定位跟一个车款。那第二，我觉得台湾市场其实在现在不管是美国跟欧洲，他们可能针对特斯拉的车型啊，这个销量，不管因为政治因素啊，或者是品牌形象因素有稍微减损，但是在台湾来讲，它的销售还是非常的强劲哦。台湾并没有受到这些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家还是非常喜欢特斯拉这个品牌。以这个角度去看来啊，在过往就是这几个月来，台湾的Model Y 这新款上市之后，销量是非常的强劲。但是货源很有限的情况下，加上又有现在就关税的这个考量啊，很多人都是有点可能先等着不买的情况下，它的交车量还是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市场如果再增加这个长轴版的 Model Y 车型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这个需求。因为以现在来讲啊，不管说纯电、油电或是燃油来讲的话，其实这个6人座左右的这个车型市场上有一个空缺。那先前台湾市场很红的这个 Honda Odyssey 来讲，它其实算是中小型6人座的车，可以到7人座，可以有点挤啊，但是我们比较把它归为6人座。那这个车型它后来转到中国生产之后，台湾当然就没有办法进口。那这个是一个市场很大的空缺。当初那台车还因为台湾不能再卖了之后，它先前旧的版本二手车还因为这样涨价，所以看得出来市场真的是需要这种多于5人座的车型。那当然另一点就是要考虑到它的价格啦。现在的 Model Y 我们看到它的后驱版本起价在180、190万，那 Long Range 版本230。我们考量到未来这个关税，不管今天说 Model Y 要不要移到美国厂去生产，因为其他3个车型如果要降价的话，我觉得特斯拉很有可能会降价，因为如果他们能抢下更多的市场，他们用这种策略去玩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性。那这样的话也连带会影响到 Model Y 的降价。那如果又真的移到美国厂去生产的话，那可能特斯拉全线的车型在台湾的价格都会降下来。那如果啦，我们就举例啊，如果 Model Y 它的后驱版本起价可以在150万左右，140-150万，然后它的 Long Range 版本在170-180万，然后长轴版到200万左右这个区间的话，那我觉得它是超级有吸引力。因为先前那台 Odyssey 大约180到200上下，看你怎么配备。那现在这个空缺出来之后，特斯拉补足这个6人座的车型。那如果在200万区间，即使未来的 Model X 有可能降到300万以下来讲，那我们刚刚讲了，不管是中间这个差距70-80万到100万，或者它里面车室的空间可能更加实用。因为欧翼门它虽然非常帅哦，但是它在实用性上面啊，有些像台湾车库比较低的情况下，然后它现在又没有雷达去侦测它上面的距离，其实自己在家里有时候在停车，我就想说 Model X 我可能会怕去打到上面的管线。那再就讲到我自己会不会来考虑换这台车，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会考虑，我觉得非常多的因素可以去考量啊。以实用性来讲，那我们家虽然现在最多就是5个人去坐这台车，但是你5个人坐5人座的车，它感觉起来还是会有点拥挤啊，你的肩部空间啊，后座人可能不会觉得那么舒服。但如果今天5个人坐6人座的车子，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之外呢，可能因为它座位的配置嘛，前面2个人，中间2个人，后面坐1个人，那中间它又是这种有走道的设计，所以每一个人的肩部空间都会非常的宽裕。那另外我又有在养一个宠物，所以现在其实5人座再加一个宠物的时候，宠物有的时候是要坐在人身上或躺在人身上，或者我们会放在后行李箱，有时候普
东西给它坐在那里，那所以它其实不是那么的方便。那如果这6人座，我们像5人再加一个宠物，那今天不管是他自己独立有一个座位，那或者他可以想要躺在他的这个中间的走道上面，我觉得它实用性对我们而言就会大增。那另外又刚提到，我觉得这个新的座椅的设计，可能对比现在，我先前有去看 Model X， 在2年前去看 Model X， 那其实除了我当初家里不能装充电桩的这个原因之外，就是家里长辈去坐了之后，觉得说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因为第2排的这个6人座的座位是整个座位，你今天在调后倾的时候，它会一起向后倾哦，它连底部这个屁股地方都会一起向后倾。那同时呢，你今天如果需要搬大东西的时候，6人座它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倾倒，所以第2排的空间基本上算是蛮浪费的，就算你没有坐人的时候，也很难真的去利用它。那如果现在新的 Model Y， 如果你有露营需求啦，第2排直接做这样的倾倒，这个背部可以第2排、第3排可以全部打平，让你放床。那或者你今天要载物、载大东西的时候，它也可以直接放进去。那更实际的点就是刚才提到，它这个第2排有扶手的地方，那这个也是当初长辈觉得说，它的座椅不太舒服，因为手好像没有地方放。那现在如果他们增加出来说，这个 Model Y 第2排它是真的像是比较一个完整的座位哦，有扶手，然后你可以单独的这个背椅可以向后倾啊，增加它舒适性的话，那其实我觉得它实用性或许对于 Model X 来讲会增加更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去考量去做这样的更换。但当然也要考量到，就是新的关税，然后新价格进来之后，它的价格会调降到多少？那这第一点。那第二就是因为关税的调降会影响到我现在手上这台车的2手的价格。那如果真的关税一个大大的打下来的话，那我手上这台车可能就瞬间就掉了快100万左右，这有可能。那可能对我要更换车子的这个压力也会变得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个是要去考量。那我自己希望看到的地方就是，可能除了它车型空间增大之外，那这个轴距的增加，我可能会希望看到，可能它有后轮转向的这个功能在里面。那这个当然我知道，在目前 S 跟 X 都没有了。如果加到 Y 的车型上，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花这样的钱去做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现在看起来，特斯拉对这台长轴版的 Y 的定位是说，他不太怕它去上打到这台 X， 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会锁定 S 人，就是他有一个特定的族群，买比较高级车的族群。实用性来讲，他真想要卖出更多 Model Y， 卖出更多车，让他们的公司营收更好，抢下更多市场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特斯拉不单是靠卖车赚钱嘛，他们还有这个充电网啊，还有未来这个自动驾驶的计程车。那如果他要更快让它市占率扩得更广，然后更多人在使用特斯拉的话，他可能会是以越多人会想要买这台车的这种出发点去来设计这台车。那以我们现在看，不管在新的 Model 3跟 Model Y， 有很多他们新的技术，其实也都是抢先用在这2款比较入门的车型上面。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就像我刚刚讲，我期待它的后轮转向会有。那第二，我就是希望它因为车体做得更大，可能这个重量的平衡、舒适性上面就不要沿用现在新款 Model Y 的这些避震，因为虽然说它的避震对比上在好很多，但是我觉得它的舒适性，如果你今天习惯坐，比如说不管是日系车子或是德系车子来讲，我觉得它的避震在这个细腻度上面对比那些车型还是有点差距。那如果它可以针对这一款Model Y 的长轴版，因为它可以说家庭使用，然后把它调教的更舒适碎震的处理啊，晃动更好，或者它专门独立开发不一样的避震系统。那我也蛮期待看到这一点。那其他部分看起来车室空间非常的足够。那第3排的话，希望也会增加冷气的出风口了，因为现在第2排它是用这个萤幕去调整嘛。那第3排我觉得真的要做人舒适的话，尤其在台湾的夏天，它还是要有自己的独立出风口，可能比较适合做人。那大概这3点我会比较希望看到。好，那今天就非常快跟大家聊一下我自己看到现在 Model Y 长轴版的所有这些消息，然后我自己的期待还有市场的分析，觉得台湾有没有可能上市，其他市场有没有可能上市，就是很快的跟大家来聊一下。那你们对这一款车有什么看法？会不会希望它在台湾上市，或者是希望以后如果上市的话，把你手上的车去更换成这一台？那你们期望它有改善跟进步的点在哪里？都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那我们也有一个电车群组的讨论区，那也有现货车的这个折扣的优惠。那这个优惠就是你会买现货车的话，好像新款 Model Y 还没有，但其他现货车你可以得到8000块的优惠。那我们这边会得到3000多块的优惠。那如果有需要买特斯拉的，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 QR code。OK， 好，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片见，拜。